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：什么是梦？为什么有人不做梦？有人会做千奇百怪的梦。梦是什么？梦，这神秘而多彩的心灵之旅，究竟揭示了人类心灵的哪些奥秘？弗洛伊德，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，曾经提出了关于梦的革命性理论。他认为，梦不过是潜意识中非理性欲望的一种达成。梦就像是一座通往内心深处的桥梁，揭示了我们不为人知的隐秘的愿望。与此同时，荣格，另一位心理学巨擘，对梦有着不同的见解。他认为，梦是人类天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是通往集体无意识的神秘通道。在梦的深处，隐藏着古老而智慧的象征语言。这些象征语言如同一把钥匙，能够解锁我们集体无意识中深埋的智慧。再者，弗洛姆也对梦有着独到的洞察。他提出，梦是心智活动的综合表现，它可以是理性的，也可以是非理性的。每一个梦都是心灵活动的独特展现，反映了我们内心世界的多样性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梦？这个问题复杂而深邃。每一个心灵都是一座未知且奇妙的宇宙。要想真正理解梦的含义，我们需要深入探索，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才能读懂这种来自我们内心的深沉声音。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托利的所言，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卓越智力的标准，在于他的脑海中是否能够容纳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，而这并不妨碍他正常的思考和行动。因此，我们不妨多角度、多维度的探讨和理解梦。通过不同的视角和解读，我们会看到梦呈现出来的千差万别的面貌。梦或许能够揭示人类心灵的无限宇宙，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。为什么有人夜夜无梦？这个问题似乎揭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。弗洛伊德的观点给了我们一把开启潜意识的钥匙。他认为，梦是一种通往潜意识的门径，它让我们得以窥探那些未被道德、法律和规矩接纳的本能欲望。弗洛伊德描绘了一个意识与潜意识共生的人心模型。他认为，我们的行为和性格都受到理性意识和非理性潜意识的影响。可见的、可知的意识只是像冰山一角一样的存在，而真正主宰我们的，却是深藏在心底的潜意识。我们的潜意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原始欲望，而这些欲望在我们醒着的时候，被一种被称为防御机制的力量压制着。这种机制使我们避免行为的非理性化，帮助我们适应社会的规范。然而，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，意识开始休息，防御机制也开始放松。在这个时候，潜意识开始活跃，将那些原始欲望和未被实现的愿望转化成梦境，呈现在我们的心中。然而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对于某些人来说，他们的防御机制极为强大，以至于潜意识中的内容无论如何伪装都无法进入意识层面，使得他们每晚都能安稳入睡，极少做梦。然而，每件事物都有其两面性。对于那些常做梦的人来说，尽管他们可能会因为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而感到痛苦，他们却有更多的机会与自己的潜意识接触。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更加了解潜意识所想要表达的内容，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愿望和需要。因为觉知潜意识，
就意味着觉知生命的真谛，明白我们真正的主人到底渴望什么。为什么有人会做千奇百怪的梦？著名心理学家荣格开创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等一系列心理学概念。他坚信，在人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，某些记忆和图像是会被不断传递下去的，即便一些人从未与某些物体有过直接的接触，例如毛茸茸的动物、昆虫、蛇，他们仍然可能会感到本能的恐惧。所谓原型，是指形塑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框架和图像。这些原型能够传递下去，是因为它们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学习祖先的经验和知识，这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进化表现。放在现代科学的语境下，它们反映了进化心理学的原理。这些原型深藏于我们的心灵深处，因此，当它们无法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直接表达时，它们会以象征性的方式，通过梦境、幻想和神经症状来显现。正因如此，人们会在某些生命阶段经历各种奇异的梦境，例如从未见过的图腾、大山大河、异域风情的人物，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预见的场景和人物等。据说，梵高的名作《向日葵》便是他梦见太阳女神向他洒下温暖后的灵感之作，而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现，则是门捷列夫梦见一条蛇咬住自己尾巴后的启示。有趣的是，这条咬住尾巴的蛇也是炼金术中的重要符号。对此，荣格有着这样的理解：梦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，是通往集体无意识的一条通道，是智慧的象征性语言。梦提供了一种未来的启示和预测，虽然荣格关于梦的解释充满了神秘色彩，但从遗传学和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这些观点并非毫无根据。如果我们从基因和心理进化的角度出发，我们确实会继承并传递祖先的经验和智慧，而这些经验和智慧以梦的形式出现，实则并非令人惊讶。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荣格，尽管他们的观点各异，但在某种层面上有一个交集：梦不仅仅是夜晚的幻象，它是一种深层的认知方式，是生命深处的回响。人类似乎拥有双重的认知维度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用清晰、逻辑的思维去认识世界，而在夜晚，当大脑进入梦境，我们又与那种更原始、直觉的认知连接在一起。两者并没有优劣之分，只有它们共同作用，我们才能真正深入地了解自己，体验生命的完整。东野圭吾曾经说过，真正的活着，不仅仅是呼吸和心脏的跳动，也不只是脑电波的波动。真正的活着，是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，回头看那一串串脚印，并深知每一个都是自己的足迹，那才是活出了真正的意义。正如此，梦境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方式，证明了我们的存在，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，是我们感知自己真正活着的标记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，下个视频见。